大家好，我是志明，我是狸猫。今天要来讲阿玛的身世之谜。有很多人敲碗要看的主题，终于拍了。那时候2009年的时候，我们都还在文化大学念书。如果你是念文化大学的话，你就知道那边有一个叫做仇人坡的地方。我们住在仇人坡底下的地下室，是雅房，就是厕所都是在外面的。对，遇到阿玛的那天是2009年的1月7号。那时候遇到他，其实就是大家看画面上看到这个照片。那时候就是连续拍了很多张，然后虽然画质都很不好，瘦瘦然后又脏脏的。那时候就是摸摸它，拍照，觉得这只猫好像还蛮亲人可爱的。阿玛它也是对我喵了几声，但是不是我先走，是阿玛看到我没有给它东西，它就自己默默走了。那我那时候看到阿玛的时候，是远远就看到他在走廊的另外一端，然后我看到他，他也看到我，就眼睛对上之后，就往我这边跑过来，然后边跑边叫。我想说他应该很饿吧，就去 Seven 买了一个猫罐头给他吃，他马上在我前面就吃完，吃完之后还对我叫，我意思就很像是要再吃一碗，所以我又下去买一碗，他果然在那边等我，还到 Seven 门口看着我去买。好像是监督我了，然后他吃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想说应该第2碗应该就够了，不需要再多了。我还拿了水给他喝，那我就准备要走。我走的时候呢，他就跑向我，就可能是觉得好像找到一个长期饭票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他就跟着要走。但是走一走，后来他就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。没有，他就是到一个距离就会放弃。像他遇到我也是啊，他是到一个时间点他就放弃了。那当天晚上，我们几个室友就在另外一个室友房间就在讨论这件事情，讨论这只橘白猫，就是阿玛。我们备注一点，那个朋友房间有一只猫叫盖盖。对，然后聊一聊呢，就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在门口这样喵这样叫，然后我们一打开门，阿玛就在门口闯进该该的房间，然后吃该该的饭。该该整个吓傻在角落，我们本来想说他吃完之后他就会跑掉，结果阿玛吃完就在原地趴下，没要走了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带着不走到今天。我们几个室友其实有好几个有养猫，等于说有喜欢猫的都已经养猫了，就没办法再养阿玛，因为空间太小。所以我们原本是把阿玛放在一个角落的一个小房间里面，你记得吗？有一次我们就发现奇怪，阿玛不见了，不见的原因是因为房东好像看到，里面怎么有猫，然后就把它打开门就放走了这样。对，因为阿玛真的太亲人，他马上又看到我们，然后又跟着我们回来。然后那次我们就讨论结果，就是说，那不然就先放狸猫房间。那该盖主人他那个时候有养猫，所以他们其实比较懂那个领养那些观念，所以他们都有上一些猫咪论坛，就是把阿玛的照片 po 上去要送养。只是因为那时候阿玛它就已经是就是大家看到它就是成年的公猫，又是米克斯，而且花色还是非常一般的，没有任何特色的。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是有觉得有希望说有一天它会被领养走，结果都没有，然后就到现在了。对，然后刚好那个时候2月的时候，隔1个月回老家过年，所以我就顺便把它带回台南。所以有可能是因为经过这段台南之旅，我想说好吧，不然就好像已经变成。他就好像已经要一直住我这边的感觉，所以才有顺势领养的那种感觉。再来，我们要来聊聊为什么它叫做皇阿玛。叫阿玛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讲话就很像皇帝嘛，就是很有霸气，然后很威严。其实这个不只是对人，对猫也是一样。它无论何时，它讲出口的每一句话，你听起来就觉得就是跟一般的猫不太一样，有一种命令人的口气。那这个皇呢，本来应该是皇上的皇嘛。那为什么我们用黄色的黄呢？其实很多人都只有以为说啊，就是因为狸猫姓黄，所以他就姓黄。可是后来我回想不对，其实在最一开始，他姓黄的原因不是因为狸猫，当时还没有决定他要给他养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就已经取好名字了。那时候这个黄其实是因为它身上是黄色的哦，对了，所以我们才叫做皇阿玛。那只是后来我们养了一阵子之后，越来越发现，好像刚好又是跟他的姓一样，所以就。好像也蛮理所当然。没有，可是我刚刚有想起来，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还在心中有想到一个名字，因为阿玛它有时候就会一直眯眯眼嘛，然后我觉得很像那个宫崎骏的那个龙猫，龙猫又有另外一个别称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豆豆。对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想要叫它豆豆，就很没特色的名字，就是那个豆豆。还好你没有取那个名字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想说，好像不知道这是谁讲的，好像是你还是另外一个朋友，就聊天就聊到说，皇阿玛好像蛮酷的。就叫皇阿玛，那个年代是2009年，所以那个时候也还没有那个后宫甄嬛。那时候是《还珠格格》的年代。再来还有很多人会好奇阿玛的过去，就是遇到我们之前的过去。但这个当然
无从考证，可是我们只能用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断。根据他的个性啊，还有他亲人的程度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感觉很像是曾经是家猫的感觉。还有一个原因，狸猫带他回去台南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发现他会因为发情而乱尿尿。那时候在我们那个雅房的时候，其实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。乱尿尿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也在推论，他有可能是因为发情跑出去别人的家里面，或者是被人家丢弃，都有可能。那另外一个辅助的推论呢，是我们之前有帮阿玛做过宠物沟通嘛？那宠物沟通完整的，我们之后会再讲一集。那今天我们讲的是关于身世的这一部分。沟通师说，阿玛表示他以前呢是有住在别的人的家里面的，然后他说他是因为了要抓外面的鸟而掉出去外面。阿玛竟然会抓鸟，而且重点他是用掉出去这个名词，所以代表他可能不是住在1楼。他居然掉出去，但也有可能他说的掉出去，其实就是从1楼然后这样出去的。等一下，如果他那个主人，当时那个人因为这样来私讯我们说，阿玛是我的猫，该怎么办？没有办法有证明啊，因为当时阿玛身上没有任何晶片，就算是你养的，你没有晶片，也没有办法，它就不是你的猫，就是感觉很多蛛丝马迹都很像是他住在别人家里面过。那还有一个，你有发现阿玛其实很怕一个动作？我知道，阿玛每次只要这样子放到他面前，他就会跑。宠物沟通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一点，公司就讲说，而且以前的主人呢，好像会打阿玛，有可能是阿玛叫的时候，他就会打他巴掌。就是他虽然很霸气，然后很爱骂人，可是他不会咬人，也不会抓人，所以有可能这个东西就是以前的主人训练他，当他要打人或咬人的时候，他就被打。现在已经比较好，但是偶尔你还是会发现，只要我们手放上去，他就会躲。这点是跟别的猫比起来，它是更剧烈的。别的猫可能就算怕，它只是被吓到，它不是这种有一种好像要被打的既视感那种感觉。那可以当参考啦。以上大概就是我们目前所能够提供的最完整的阿玛的身世的部分。毕竟阿玛来的时候，其实就算是1到2岁了。对，所以其实，在以前的那些比如说有人会想要看阿玛小时候的照片啊或什么的，其实那真的是没办法，真是没办法。好，那这样子后宫身世之谜就到此告一段落了。这个系列终于结束了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想要看以后更多的其他系列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而且之后还有宠物沟通。对，好，那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